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抵达韩国，这是时隔12年再有日本首相到访首尔。岸田先参访了供奉历任韩国总统和战死者的首尔国家公墓，之后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夫人金建熙走出龙山总统府大楼迎接岸田文雄及其夫人岸田裕子，并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尹锡悦在会谈中称，韩日关系呈现显著全面好转趋势，我们要更上一层楼。针对历史问题，尹锡悦主动表示要摆脱对日外交思维定式。他还宣称，只因历史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就不肯为面向未来的合作而踏出一步，这是不可取的。岸田文雄称，十分高兴看到韩日领导人穿梭外交恢复如初。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韩领导人在会谈上围绕如何应对朝鲜，确认将加强美日韩合作，还就半导体稳定供应交换意见。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岸田提及过去的日韩关系时称，我自身对于当时严峻环境下给很多人带来非常痛苦和悲伤的记忆感到痛心。痛心的说法被韩国舆论批评是轻描淡写。岸田还表示，历代日本政府对于历史认识的立场不会改变。关于造成日韩两国局域不断的劳工问题，岸田表示将带动韩国政府推进解决措施。尹锡悦此前已经公布由韩国自筹资金代替日方赔偿，引发轩然大波。对于韩国社会高度关注的福岛核电站污染问题，尹锡悦在记者会上表示，韩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处理事宜派出韩国专家现场视察团达成了协议。据悉，韩方将在本月内派遣视察团前往日本视察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项目。对于时隔12年再有日本首相来访，韩国政府在接待岸田方面也费尽心思。韩国媒体称，这次韩方为岸田文雄破格提供了最高级别的安保服务，这种服务此前仅用于国事访问，而岸田这次是工作访问。而且据报道，由于考虑到国民情绪，韩国历史上此前从未将日本首相列入享受最高级别安保服务的名单。韩国记者注意到，除了在龙山总统府前，在岸田预计下榻的酒店前，也可以看到多辆警车和大量警察。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主要是考虑到韩日两国各自近期的政治情况。外界注意到美日韩互动的节奏：1月岸田访美，3月尹锡悦访日，4月尹锡悦访美，5月岸田回访韩国。美国穿针引线的意味十分明显。韩联社称，岸田此访意味着韩日两国时隔12年重新启动首脑互访的穿梭外交。穿梭外交是指韩日领导人随时互访并举行首脑会谈。尹锡悦对日本的态度引发韩国国内对他对日开展屈辱外交的强烈批评。上月中旬，韩国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降至27%，是今年以来首次跌破30%。近期他的支持率有所回升，勉强高于30%，仍处于历史低位，将导致内政难以贯彻。但尹锡悦内政不足，就用对美日外交来凑。有韩国媒体直言，对日屈辱外交和应对美国监听门不利是导致尹锡悦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韩国东亚日报引述韩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日本不能满足韩国民众在主场最起码的期待值，尹锡悦亲自主导的韩日关系正常化反而会适得其反。日本经济新闻也提醒日本政府不要太忽略韩方的感受。该报指出，韩国政府已经有所让步，韩国方面同时强烈认为下一步该日本表示有诚意的回应了。日本经济新闻指出，韩国方面背负着政治风险表示了诚意，而日方什么都不做，打算过河拆桥吗？韩方期待日本做出回应，但如果不能得偿所愿，容易引起单方面不满。但岸田也面临着内政和选举压力，想要满足韩方要求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日韩两国关系改善是暂时的吧，就是说从长远从战略角度来看，日韩关系改善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的，因为两国之间大家都知道，两国之间它面临这些结构性的矛盾，比如历史问题了，还有就是旷日持久的岛屿争端等等问题了。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话，那么日韩关系的改善仅仅是我认为是表面上的，仅仅是虚假式的繁荣吧。实际上，日韩两国国内对于岸田访韩态度消息，只有美国极力撮合。从6号开始，一连2天，韩国多个市民团体代表来到位于首尔市龙山区的总统府前举行集会，抗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韩国。
而就在岸田进行此次回访前，日韩国内传来了诸多不欢迎的声音。此前，韩国一位在野党议员登上了日韩有主权争议的独岛，引发了日本的强烈不满。有一些日本民众也要求岸田取消访问首尔的计划。其实，日韩和解的最大受益方是美国。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称，美国近年来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地需要东亚盟国之间的和解。日韩关系回暖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有分析也提醒，今后要警惕没有了外交障碍的日韩，在美国的影响下，如何搅动东北亚的地区局势。日韩关系改善，大家都它是第三方因素推动改善的，也就是美国推动下的改善的一种关系。它不是日韩两国发自内心的一种改善，它不是日韩两国民众真正和解基础上的改善。所以，我认为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可以说是一种昙花一现式的。等到韩国方面政府就是说更迭以后的话嘛。那么这个日韩关系改善的话，很难说存在着很大的变数。虽然美国方面的压力很大，但日韩两国作为东亚国家，也有自己的现实利益考量。深圳卫视注意到，有多名日本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岸田会在日韩首脑会谈上重申早日重启中日韩三国对话的重要性。在4月初由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主办的第1届中日韩展望对话会上，与会的中日韩三方前政府官员和学者均强调深化三国交流合作的重要性，一致认为有必要尽快重启自2019年底以来中断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有观察认为，之前中日韩三边会议被搁置，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日韩矛盾的影响。日韩关系缓和后，中日韩三边关系能否有所提升，将是关注的焦点。此外，5月2号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中日韩三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强调，为了使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三边合作不可或缺。实际上，韩国不断配合美国对华脱钩政策，也反噬到自身经济。韩国国际贸易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韩国出口同比下降12.6%，当季出现225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同比大跌近30%。实际上，去年9月，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芯片四方联盟，1个月后，韩国对华出口贸易就出现下滑，至今仍未止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半导体产业对华出口依赖度为40%，如果将中国香港等渠道算在内，出口对华依存度则提升至50%。如果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韩企在中国工厂的半导体产量也计算在内，韩国半导体对华依赖程度会更高。受对华出口持续下滑影响，美国时隔近20年取代中国成为韩国最大出口市场，而韩国企业也正在向美国大量投资。韩国韩民族日报称，虽然不及在华投资，但韩国半导体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超过数百亿美元。虽然如此，客观情况却是韩国半导体企业在美国生产芯片，但最终还是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市场来消化。韩国媒体称，在产供链合作方面，韩国半导体产业处于上游美国芯片设计产业和下游中国终端制造产业的夹心层。如果韩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和对美关系时不够谨慎，将动摇韩国的经济国本。如果韩国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话，那么对韩国来说，经济是举步维艰的。芯片方面的话，中国是一个消费品市场，它如果韩国听从美国的建议的话嘛，把这个芯片贸易切断的话，对他来说是2倍巨杀的，因为中国是个巨大的消费品市场，韩国失去中国这个消费品市场的话嘛，对韩国来说没有多大的好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时隔12年，日韩重启首脑间穿梭外交，日本殖民韩国35年，罪孽深重，历史问题盘根错节。那您觉得现在真的柳暗花明了吗？我先说结论。一言以蔽之，日本与韩国都已经明确的、公开的站队了，重新宣示了自己作为美国马前卒的角色。那么，美国是如何着手发力，将日韩这对冤家重新笼络上一张桌子的呢？我认为，拜登非常狡猾地抓住了一个牛鼻子，那就是日韩产业链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美国用经济关系迫使韩日两国重新调试彼此关系。大家应该还记得，拜登去年5月访问韩国，下飞机之后的第一站去的是韩国三星位于京畿道的半导体工厂。尹锡悦全程陪着，点头哈腰，有说有笑。为什么我说拜登抓住了韩国的牛鼻子呢？
某种意义上看，美国现任政府的所谓产业链重整计划，将直接决定韩国这个国家的产业至于全球经济活动的地位，事关韩国诸多财阀的未来生计。就算尹锡悦看不懂，财阀的老总们也会教他懂。美国摆出了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以产业链的重新调整为切入点，让日韩两国乖乖归队了。回看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历次产业链转移，基本都是由美国主导的。别看如今三星、台积电都有着独步全球的先进制造业水平，归根结底那都是美国爸爸赏饭吃啊。